西藏的面积超过122万平方公里，但是只有6个地级市。一个地区综合下来，每一座城市的面积就会很大。西藏面积最小的地级市是拉萨，仍然比欧洲国家比利时还大，为31662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为纳曲，比欧洲的德国更大，面积超过43万平方公里。西藏第2的是阿里，第3的就是日喀则，第4是林芝，第5是昌都，第6则是山南。那么到这里有人就会疑惑，之前不是说拉萨是第1大城市，日喀则是第2大城市吗？怎么我说的又不一样了？Hello， 链接公开3个周明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呢现在在日喀则市区，这2天在日喀则市区办点事情，所以呢今天就想带大家去看一下西藏的第2大城市日喀则市区到底是什么样子。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后藏城市日喀则，这里主要生活着藏族朋友以及来自山东、上海、东北、四川、重庆、河南的朋友。走在日喀则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路、山东路、黑龙江路、吉林路。因为我国的这4个省市是日喀则的兄弟省市，负责援建日喀则的发展。日喀则拥有世界之巅珠穆朗玛，还有神奇美丽的亚东，一边是海拔最高，一边是海拔最低。在日喀则能看到多样风光，这里的美食丰富多彩，这里的人热情好客。如果来到西藏，一定要来日喀则看看。之所以说日喀则是西藏第2大城市，基本根据就是城市建设面积。桑珠自区是日喀则城市中心，这里的面积是西藏第2大市区面积。而卓玛的家乡江孜县以及其他县城从桑珠自区过去需要几个小时，由国道之间连接，并没有挨在一起，所以就不算城市面积。就像是拉萨的中心是城关区，现在随着发展，把堆弄德庆区和城关区连成一片，所以以城市建设面积来说，拉萨就是西藏第1大城市。除此之外，人数和商业程度也是综合指标。拉萨是西藏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是西藏第1。而日喀则在西藏是人数最多，粮食产量最高，城市建设面积、经济产值第2。就像全国最大的城市是上海，第2大是北京，第3大是广州一样，都是通过城市建设面积还有综合指标来排列的。目前整个西藏的城市中，也只有拉萨市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第2大的日喀则只有33平方公里左右。纳曲和林芝都在22平方公里左右，山南只有18平方公里左右，最后有2座城市不到10平方公里，分别是阿里和昌都。西藏地广人稀，每座城市都有代表性文化。人生来到西藏一次，就从林芝开始，到所有的地方看看。我们都知道拉萨的标志性建筑物是布达拉宫，之前呢有人说过西藏的建筑高度都不能超过布达拉宫，究竟有没有这种说法呢？那么西藏为啥很少有高楼？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讲讲其中的秘密。布达拉宫在吐蕃时期唐朝文成公主建藏就有了，作为我国50元纸币背后的图案，重要性不言而喻。布达拉宫是西藏璀璨的瑰宝，为了突出布达拉宫的庄严，西藏的建筑都不能超过布达拉宫吗？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而大家到了西藏看到很少有高楼大厦，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这样的。拉萨日喀则现在的城区大部分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为了保护文物，所以把这些建筑留下来，只做外墙和维护，并不会拆掉重修。而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2层到5层的小栋楼。拉萨城关区基本没有高楼，以布达拉宫为中心，向外的八角街、小昭寺等都是拉萨的文化符号。为了让拉萨的建筑看起来更加协调，所以都在向中心看齐，要和八姑街的看起来一样高，或者就高1层到2层。所以拉萨越往外走，建筑就越高。整个西藏都是这样的，保护好老城区，修好新城区。即便是新城区，目前修建的房子也不会比布达拉宫更高，因为布达拉宫本来就是在红山上，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相当于几十层楼那么高。西藏地广人稀，每座城市都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但是只有300多万人，
有人在城市里生活，也有人在县城、牧区、农区生活。如果修很多北上广深那样的高楼，那么就会造成浪费，出现很多空楼。而且西藏最高海拔地区修高楼也会比平原更困难。西藏目前的城市建筑足以容下每一个人，还可以欢迎更多外地朋友前来。通过我的介绍，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日喀则虽然是西藏的第2大城市，但是道路两侧基本上都是2到3层的小洞，没有高楼大厦。如果西藏只有高楼和霓虹，而忽略了传统文化，那么就是徒有其表，没有灵魂。所以在西藏，建筑高度不超过布达拉宫。到西藏来玩，可以看到西藏的城市建设很整齐，房子之间也很协调，这是属于西藏独特的美丽。西藏的人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也会传承好的文化。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前面，很多人都在朝拜，用自己的方式无比真诚地为自己也为全国的朋友祈求一份美好。藏族朋友也越来越优秀，大美西藏，欢迎您。可以做个牛放火锅了，感觉。西藏一共分为4个部分，第1是城区，第2是农区，第3是牧区，第4是自然环境区。在这4个部分中，生活着来自各处的兄弟姐妹，习俗方言都有所不同，养着的动物也不同。我们年底宰牛宰羊，和各位朋友的家乡一样，是对新年的美好期待。第2是为了来年有足够吃的肉。西藏属于高海拔寒冷的地区，多吃牛羊肉，身体的热量储备自然就高，所以大家到西藏来玩，就会发现藏族人身体都很好，非常的强壮。总体来说，藏区的饮食主要还是高热量食物为主。Hello， 听见公刚3个周明，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曼，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是早上，然后今天我们家要宰牛了，所以就过去看一下，肯定帮不上什么忙的，就纯粹过去看一下。西藏最主要的养殖是牛羊猪，来自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好奇，卓玛的家里没见到猪，那么猪在哪里呢？从拉萨到日喀则纳曲阿里这一片主要以牛羊为主，从林芝到昌都再到四川甘孜往东和南一直走，就能看到黑颜色的藏香猪。藏族人并非不吃猪肉，在西藏任何城区的菜市场都能买到猪肉。因为牛的话就个体比较大嘛，然后就这个肉也比较多，所以就足够我们就吃1年吧，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家的话也人不算多，我们今年就宰了2头牛，还有几只羊之类的吧，就基本上就足够了。从远处瞄一下，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吧？哦，看到没有？西藏这边的话，就是一般在12月宰杀季嘛，夏天的话就不会宰牛那些。平时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宰1只羊什么之类的。其余的季节基本上不会杀牛、杀牦牛这些。我们家里养了10几头牛羊，大牛会生小牛，所以我们并不用买肉。今天的牛这么快就宰完了。这次宰杀的牛肉收获满满，整整几百斤，如果到市场去卖掉，价值都上万了。不过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努力工作，每个人都有收入，所以基本上没有卖过牛肉。卓玛今年要去四川、广州这些地方，到时候如果资金不够，我爸爸就卖1头牛来资助我。看，刚宰完的，看这个大腿，这个大腿大不大？如果大家不怕辛苦，欢迎到日喀则的农区和我一起放牛。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肉库，还有很多牛肉和羊肉。我跟我弟弟现在到河流这边，把那些就是牛肚洗了，因为它牛肚里面有很多那种脏东西嘛。可以做个牛放火锅了，感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的就是特色美食，就是一个叫牛粪火锅，它是不是用这个牛肉里面的这个牛粪做出来的？它也是不是刚宰完牛的这个牛肚里面的牛粪做出来的火锅？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不会吃这个牛粪火锅，我也没尝过。虽然我还没吃过贵州的牛粪火锅，但是我喜欢吃四川、重庆火锅，而毛肚就是火锅必不可少的材料。你们吃火锅最喜欢吃什么菜呢？看它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牛肚，先把这里面的一些脏东西
我们这条小河沟源头来自雪山，雪水融化后，通过自然形成的河道流向远方。牛肠可不能在河水里洗。西藏的猫会抓田鼠。要说我弟弟真的不懒，出去干活，在家里干农活都很利索，而且什么都会，长得也挺帅的。作为姐姐，唯一的担忧是他的幸福，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连女朋友的影子都没有。Hello， 链接空康3中其他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嘛。这边呢是我的弟弟，我们现在要去干嘛？去开除装载机，然后运点土做施肥的。对，我们准备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运点土做那个施肥的。西藏一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是城区，第二是农区，第三是牧区，第四是自然环境区。那区的大草原属于牧区，不过我们日喀则江孜县属于半农半牧区，家里既要养牛羊，也要把农田照顾好，生产藏区的粮食。现在是西藏的冬天，是农闲的时节，我们完成了丰收后，就要为来年开春的播种做准备，把肥料提前准备好，庄稼生长就很肥壮。用这个装载机，然后装嘛，然后待会儿还有一辆车子用它来运。我们已经发动了，准备出发，给他心爱的装载机擦擦玻璃。这个垃圾能随便丢吗？我的天哪！这个人，你先走嘛，我那个跟着车子一起来，不然的话这边坐不下。那我先走喽。这是谁家的可爱猫咪？先去小卖部买个饮料，我们农村的小卖部。太阳哥了。哎，可乐稀释。哦，稀。多少钱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到实地了，准备从这里挖点土喽。停车！我的弟弟叫敦珠，高中毕业后就跟随父亲出去忙活，出身社会比较早，让他考取了驾照，学会了开挖掘机。我们农村的空气就是好呀。那边是雪山，然后是蓝天、白云、大山、土地。前面说的冻住了，估计有点难挖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这个装载机的力气能不能够。西藏昼夜温差很大，季节性温差也很大。在冬天的时候，海拔高的地区土下层会被冻住，根据温差又会融化，就是在这样的交替循环中形成了自然奇观。青藏铁路、川藏铁路以及高速铁路的基地、桥墩都会受到冻土影响。为什么说西藏的交通建设难度最大？就是因为冻土的原因，会导致不稳定。不过全国的科学家一起研究，还是解决了问题。以后有机会单独出一期视频给大家说说。运土完了之后，就是把它弄到牛棚啊，还有我们的那种厕所里面，是用来做肥的。春天的时候它要把它种起来，然后秋天的时候收起来，冬天的就这样空着。然后冬天的时候，这些就是不是有一些干草嘛，这上面放牛啊、放羊啊之类的。我后面的这一片全是我们村的一些地。看到远处的雪山没？第一趟已经运回家了，差不多2趟就够了。回去路上听着粤语歌，想起了广东生活。第2趟弟弟亲自指导。这些都是一些施肥，就是从那个牛棚里面弄来的施肥。这个土先放这儿，然后就是再弄到那个牛棚里面，或者是倒到厕所里面，
我做肥的。妈妈，来吃饭喽！我姐好，我妈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藏族姑娘卓玛，我是卓玛的好姐妹丹增卓玛。这个是干草，秋天秋收完了之后储存下来的那种干草，这些都是青稞的那种根，就是秋天的时候储存下来，然后供它1年用。我的裤子脏了。阿妈，窗户咋不见了？这样难受。真的，没事。你下面合住一下吧。走的时候，走的时候现在就走了。你瞧。那没，我来洗碗吧。你看出门当有可以干，他咋得了去着？咋可以干了有弄得的？看你刚好人家这样，他对了，你都是拿我这个，我的是的。兄弟，他吃不上那对吗？你这么一家伙，你怎么说没有什么方便？俺这单都弄了对象，现在对象，现在都给我家这打了，今天还是给就是到啥地方自己，2000万反正也有空，鸟的，给他做。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从林芝回到了西藏日喀则，也就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好姐妹。也就是说，虽然我一个人无法更新视频，但是我和家人商量过后，我将会一起讲好西藏的故事，以及西藏的一个小家庭的日常生活。西藏位于祖国的西南部，是一个神奇、充满魅力的地方。我开始拍视频，心里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慢慢我就明白了，把真实的西藏推广出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希望外地朋友和西藏的距离不再遥远，也不要相互存在偏见。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也亲身到西藏来感受。我们会好好努力拍好西藏的文化，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差点活到是。是。妈妈养的马威武雄壮。
很好。那这妈帮我拿几个牛粪。对头的。哦，很脏它。你这里爬背的。这是我们自己家的羊的那个羊毛，吹羊毛。加油！去挡住去。现在妈妈已经出门劳动了，家里就等着我来做饭吧。我现在准备烧火做饭了。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牛粪，就是烘干以后的牛粪。给大家看看卓玛家的大房子。西藏家家户户都会插国旗。这个是在我们在那边市场上面买的，然后点一下这个，看到。我弄点糌粑饼，然后喂给我们的小牛。来，过来，来！哎呦！小牛真的好可爱。呀！来！哎呦，我的小手指头都被吃掉了。牛羊呢，是我们西藏的宝贝，在藏北的农区和牧区，家家户户最少都会养几头。谢。啊，谢说，哥哥，天哪！除了我们每天用到的牛奶，还有我们年底储存下来的牛羊肉，以及我们纺织做衣服的羊毛，还有一个宝贝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那就是牛羊的粪便。我们藏族人呢特别喜欢收集牛羊的粪便，这是自古以来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在藏北地区，藏族家庭的墙上会贴很多东西，这个呢不是泥土，这是牛粪，这是我们的宝贝，收集起来有很大的用处。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这些是我们家里的部分的牛羊，还有大部分都在山上。我们把这些牛粪收集起来，然后等风干以后用作烧火。这种炉子的话，在我们西藏农村是缺一不可的。冬天的时候可以取暖烧火做饭，然后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做饭。收集到足够的牛粪后，可以保证我们冬天的生活。西藏农村家庭没有东北那样的集中供暖，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屋子专门用来烧火取暖。西藏日喀则江孜县海拔4300米，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藏族为了取暖就必须要有个炉子。由于日喀则江孜县海拔4300米，所以山上呢没有成片的树林，因为地理原因嘛，山呢比较光秃秃。但是看一下这下面的这个青稞地，这一片还有那一片全是我们村的。没有树并不是因为我们砍伐，而是因为这种环境，而树木在山上无法存活。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阿里、昌都等地，很多山上都没有树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来说，没有柴火可烧，就只能用牛粪来当燃料。西藏的自然条件不如平原，藏族的祖先想出了用牛粪当燃料的技巧。因为牛羊吃的主要是草，牛粪中的主要成分也是草，这个叫资源再利用。等牛粪风干后，燃烧起来很快，而且也不会有味道。可能你无法理解为什么用牛粪，但是在西藏，牛粪确实是我们藏族人民的宝藏，也可以说牛粪比金子还值钱。当然，在西藏也有不怎么用牛粪的地区，就是海拔最低的林芝，那里冬天也没有那么寒冷，晚上盖好棉被也不会挨冻。而且林芝主要以务农为主，很多家庭都不养牛的，在林芝很少能看到藏族人民把牛粪贴在家里墙上的画面。我觉得林芝真的特别的美，你觉得呢？
对啊，我也觉得林芝特别美。对，我们藏族人很喜欢收集牛粪，把它贴在墙上，就地取材，这是我们西藏人民的智慧，还能保护西藏的环境，真是一举两得。这些呢是湿的，然后好像是昨天贴上去的，这些呢都已经干了，可以用来做柴火。看到我后面的这些牛粪了没有？这些呢都是我妈妈收集起来的，我都堆成墙了。给你们看，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这些牛粪堆到墙上都长草了，长了那么多的草。看，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油菜花，还有长了一些青稞啊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牛粪上面还会长草。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玩，一起收集牛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西藏的人虽然不会每天都洗澡，也可能1个月洗1次澡，但是绝不可能一生只洗3次澡。我们现在准备烧一壶热水。在西藏农村，尤其是高海拔地区，远离城市的话，就是很多家庭都没有安装热水器，所以我们要洗澡的话，那必须是自己要烧水了。比如说我们家的话，就比较有藏式特色。但是大家应该想不到我们的卫生间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们到我们家来做客的话，去卫生间的话，可能你们感觉不太会习惯的。这边会是我们家的洗手间。之前有一个成都的朋友到我们家来参观，当时他看到了这个厕所的时候，他说跟成都农村的旱厕差不多。估计现在很少有人看到这种厕所了。我们家是在西藏日喀则，这里的海拔是4300米，属于高海拔地区。通过镜头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黄土高坡的感觉。有人说西藏的人一生只洗3次澡，甚至不洗澡，其实这个是一个传谣。西藏的人虽然不会每天都洗澡，也可能1个月洗1次澡，但是绝不可能一生只洗3次澡。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2个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关于西藏人洗澡，不同地区差异也很大，比如城市比农村勤快，农村比牧区勤快，年轻人比老年人勤快。有的地方是没有条件，有的地方是没有必要。有人就说西藏的山大部分都是光秃秃的，是不是特别的缺水？其实西藏是并不缺水的，自然水资源西藏是全国最丰富的。西藏属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温度也低。由于受到北冰洋、大西洋的洋流运动影响，形成了很多冰川。在高原上，冰川受到腐蚀后，气温提高会融化，很多淡水流入，形成丰富的水资源，变成河流。青藏高原温度比较低，水蒸气比较少，大量的水资源借助阶梯型地势源源不断流入我国各个地方，是最大的水系。到西藏来旅行会看到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这些水是一些地方的源头，比如说是黄河、长江等。西藏之所以水资源丰富，是因为人口不多，用水量不大。西藏的水资源如果用到真正干旱的地区，比如新疆，是非常有用的。在西藏林芝，依靠尼洋河有很多电站，这些电一部分送到拉萨，能帮助解决到拉萨的用电问题。西藏林芝降水量丰富，蓄水量也丰富，所以在西藏水资源丰富，并不属于干旱地区。如果把西藏林芝的水资源用到发电，能量比三峡还大。而且在西藏大大小小的城市、县区都有负责自来水的公司，每家每户都有用水，一年四季基本不会停水，包括我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水龙头。而且在西藏生活，夏天的温度基本在25度左右，非常的凉快，基本都不会出汗，所以几天洗一次澡是比较普遍的但也有每天洗澡的朋友主要是看生活条件来定。至于不讲卫生，纯粹是看个人。在我们这里呢除了我们平时的那种洗澡，我们这边也有好多温泉，然后我们可以在温泉里面泡澡。好了，那我们现在去烧水洗澡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在西藏，我们因为什么而幸福？一首歌的时间，或许你想的和我一样。拉萨和日喀则无论在西藏的哪儿，每个人都在通过劳动追求更好的生活。养牛羊种地不容易，工作做生意不容易，考上清华北大不容易，但是我们都在努力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幸福。看，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就是大太阳。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洗羊毛，就是到河边，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河流，到那儿去洗。卓玛家里养了几十头牛羊，一年四季到头都有吃不完的肉以及用不完的羊毛。前几天处理了几只羊，储备了很多羊肉，剪下来的天然羊毛呢要洗干净，然后做成衣服或者毯子。看我们家那些牛都晒太阳晒得很舒服。日喀则的纺织技术在西藏都是数一数二的，妈妈也得到了老一辈的真传，是一个很厉害的手艺人。在卓玛家里用的被子、毯子基本上都是不用买的。再带着这个雨鞋，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洗的羊毛，这么多。卓玛先把三轮车倒出来。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洗完？今天的一天估计在河边过了。我们出发了。你在干什么？我们在修装载机。那你去看一下我弟弟跟爸爸他们在干什么。把这个门关上。自己学着修，我们什么都会做。他们在这修装载机，我们先去洗羊毛了。走吧。今天的天一片蓝，我们家的女师傅、女司机，我们现在已经到目的地了。看，就在这个河流里面洗，远处都是雪山，雪山下面在洗羊毛。这些羊毛洗了之后，就是我们做一些衣服啊，还有一些羊毛的被子呀、毯子呀之类的。我妈说今天洗的这些准备要做那个毛毯，羊毛毯，但是这个工序还是非常长的，从羊身上剪下来，然后再进行洗，然后把这些一个一个的弄，反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工序。牛羊在西藏农牧区家庭中举足轻重，全身都是宝贝。无论是皮毛还是牛羊粪，都能充分利用，它们可以变成燃料和衣服。而牛奶和奶牛除了喝，也能被做成奶渣和酥油茶，这些是藏族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大牛生小牛，小牛在长大，就像我们人一样，生命一直延续下去。家里养了几十头牛羊，就产生了100万价值。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啥都不做，因为懒惰而穷得揭不开锅。拉萨和日喀则无论在西藏的哪儿，每个人都在通过劳动追求更好的生活。藏族人热情好客，藏族人勤劳踏实。因为生活在西藏，一切充满希望，所以我们心灵都很富裕，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我后面的这个屋就是我们磨糌粑的一个地方，就村里做糌粑都是来这里。它是用水力，然后把那个石头转动的一种模式。也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水磨糌粑，也就是我们西藏的糌粑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我们这样做出来更好吃。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水磨糌粑，就我们村一直保留着这种传统的做糌粑的那个模式。各位朋友，磨豆腐也是这样的吧？不过我们不是用手推，我们的糌粑是这样做出来的。我们差不多花了3个多小时，终于洗完了。现在回去把这些晒干了。这些都是我们晒干的羊毛，现在估计全部都干了，准备收走了。雪域高原上的纯羊毛。为了保护环境，比暖气空调更暖和，也更健康，而且也很环保，不会造成材料浪费。这个就是藏族人的智慧。我刚到家，第一天就下雪了，好冷啊！最近这几天走了西藏很多地方，看到各种不同的风光，感慨大自然的神奇之处。自然风光就和一个人一样，有不同的面。如果要了解西藏，不
不把所有地方走完看完，了解的就是表面。新的一年，好好计划自己的人生，朝着认准的道路去前行，努力实现梦想。不过这之前，爸爸妈妈要去拉萨逛一逛，所以卓玛和弟弟从城市先回农村，一来照顾奶奶，二来帮忙每天的农活。我的家乡是青藏高原西南部的日喀则江孜县，海拔4300米。刚回来就有大雪迎接我们，山上和土地都披上了洁白的新衣，可惜忘了动手堆个雪人。白茫茫的雪覆盖了整个村庄。日喀则这边真的现在天气特别的冷。西藏的寒冷有自己的特点，海拔越高，气候越低，而且还有大风。我们知道，全国的城市中，东北大兴安岭的漠河是最冷的。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孜县，海拔平均4700米，零下气温32摄氏度。改孜县每年46天都吹着17米1秒的大风，把人吹得一脸懵。所以说，西藏阿里地区改孜县和漠河的寒冷差不多，比东北其他地方更冷。西藏农村里基本上没有空调和暖气，那么如何应对冬天呢？卓玛和弟弟去收集一些东西，就开始准备了。日喀则虽然没有阿里冷，但是也特别冷。西藏农村的劳斯莱斯向你奔来。妈妈在准备喂牛，弟弟在熟练的停车。我们家有2辆电动车，就是这种电动3轮车，这个就比较我们的交通工具，你坐下哦。就是以前的话都是马车嘛，现在就都是用这种，就比较方便啊，搬东西呀，还有什么各种。行，走好，爱车。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一直提到的，看这个是什么？牛粪，这墙全都是牛粪，你们看，我们都是冬天过冬准备的，全都是。现在我和弟弟把牛粪收集起来，做成新鲜的牛粪饼，然后贴在墙上。西藏以西北的农牧区，比如拉萨、日喀则、阿里纳区，都会把牛粪收集起来烧火。因为这些地区的海拔比东南更高，所以山上的树木很少，并不是不种树，而是海拔和山上的土质原因，树木无法存活。为了保护环境，就把牛粪做成饼晒干，用房间的炉子烧完，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了，比暖气空调更暖和，也更健康，而且也很环保，不会造成材料浪费。这个就是藏族人的智慧。看我弟弟多勤奋，加油！这个房子的话，就是房子上面就不会弄的，因为它阻碍那个建筑的，就是美观吧，就不会弄的。其余的墙都是，看我后面的，全都是那个牛粪，这些都是冬天用来烧火的。我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你们2个在这里干嘛呢？还不回家？这里是西藏南部高原。Hello， 天气公告上，中明参加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卓玛，我现在已经到家了，回到我的农村老家。然后今天就下雪了，这边天气特别的冷。然后我现在准备去寻找我们家的2头羊，不知道去哪里了，就从家里面跑丢了，现在去寻找它们。等妈妈先给家里的小藏獒喂食，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找。小家伙身上都是雪，日喀则的雪景真的太美了。现在的气温是零下16摄氏度。我刚到家，第一天就下雪了，好冷啊！感觉日喀则这边真的现在天气特别的冷。他给他们冷，你咋吧冷？那嘛这东西不能喝呢。那个小羊羊，有没有去？我先去。有。看着这个脚印好像没走这里。走到那边去了吗？
天哪！啊，好冷啊！我的鼻涕都冻住了。啊，找不到羊了，怎么办？跑哪去了？好冷，好冷！脚印还在这里，应该走的不远吧？没了吗？前面呢？听见了吗？前面呢？那就去。是。跑过去了。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办？都跑到树林里面去了。找了半天，跑到树林里面去。天死了！你那脚印的就在这儿，没跑远。没跑远，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呢？还不回家？真的是，两个都跑走了，我没追上，怎么办？他们又跑了。哎呦天，好冷啊！因为这两个羊就身体比较虚弱噻，然后就是暂时在家里面养，然后其余的都在那个羊群里面，他们都在山上放着，就是有专门放羊的人。这个呢是我们赶羊的毽子，咱们赶一个。那些就是群羊群的话，就晚上基本不回家的，就是在山上，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哎呦，差点摔倒了，羊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西藏这边的宰羊，也就是宰杀季节。但是我刚好没赶上，因为已经全部都完了。今年的话，我们家里好像宰了多少羊来着？几头羊了。哦，我妈在叫我，摸到脚嘛了嘛，亲，我不行啊，他们跑得太快了。哎呦，这个好陡呀！还是找到了2头调皮的羊，乖乖跟着妈妈回家。在这个门关上，这样一直跑出去。先宰羊，过几天还要宰牛。看看跑吗？我给你请客吃。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库肉房，也就是存肉的一个房间。我刚好就没赶上那个宰杀季嘛，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们家今年宰了多少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肉啊不会放在那个屋里面，因为屋里面的话有温度嘛，也不会放到冰箱里面。西藏昼夜温差很大，自然风干才是最好的。这个是牛舌，冻住了都，牛舌。这也是牛肉吧，就是一点点就放到外面。院子里面单独建一个就是库肉房。完了，这怎么弄啊？弄了一个这么大的锁，这个有点难搞哦。说不定钥匙藏在这个某个角落里面，找找，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哎呦，也没有，是不是在这里？也没有，我都不好意思要他们那个库肉房的钥匙。他们问我干嘛？我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可能是羊肚吧，这个是毛肚。看到这些毛肚，是不是想搞一把火锅？然后毛肚一放，1、2、3，拿出来吃。明天搞个火锅，把这些全部都吃掉。这些都是羊肉，然后下面的是牛肉，多不多？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年四季都不会买肉，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肉。先喝杯酥油茶暖暖身。这里是西藏第2大城市青藏高原西南宝地日喀则，我是日喀则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欢迎大家到我的主场。日喀则一定是到了西藏必须要来的一个地方，
日喀则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在日喀则的土地上活着90万人，种植了全西藏最多的蔬菜和粮食。过去由于西藏的高海拔限制，除了土豆、萝卜、白菜等等，种不出来其余的蔬菜。西藏的人家户户都养了几头牛，那个时候蔬菜反而比肉更加奢侈。随着现代化征程，技术越来越好，通过大棚和日喀则的土地，全西藏的人口蔬菜就不用愁了。而来自外地的朋友，同样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有你吃不到的。所以我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别称——西藏的粮仓。说到这儿，不由自主地得意了一下。走在日喀则的街头，你看到了桑珠孜宗堡，一定会认为自己穿越到了拉萨。日喀则是最接近拉萨的地方，桑珠孜宗堡也叫小布达拉宫。日喀则拥有浓厚的后藏文化，班禅大师的行宫扎什伦布就在此地。还有一个世界第一高峰，小学就学过珠穆朗玛峰。如果要实现人生意义，一定要去感受珠峰的雄伟。日喀则既在世界之巅，也有海拔很低的吉隆沟、扎木沟。如果西藏大部分树木都在林芝，第二多的树木就在日喀则。在文化传统方面，手工纺织、手工木碗、手工玉器、手工竹器都是西藏最优秀的。当然了，如果要去感受这些手工艺术的魅力，一定要办理边防证。作为西藏县城最多的城市，很多都和外国接壤，比如印度和不丹。所以日喀则一定是到了西藏必须要来看看的地方。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关注我的视频，来给大家慢慢的介绍家乡。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日喀则的和平机场，看看有哪些高科技。让我们出发。Hello， 内蒙古三个中美他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这边呢是我的朋友巴甫，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巴甫。我现在在日喀则市和平机场，也就是我家乡的机场。我们还是第一次来日喀则和平机场，这里距离市区有42公里。如果你不赶时间，可以乘坐8路公交车到民航基地，乘坐班车到达机场。每天只有2班车，分别是早上7点40以及9点半。星期四和星期天多一班中午12点的车，只需要30块钱，经济又实惠。日喀则和平机场并不大，即便是2011年通航，但是看起来也非常低调，因为西藏所有的机场都是军民合用机场。按照时间来说，日喀则和平机场是西藏最年轻的民航机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日喀则和平机场设施和全国机场一样，只要是在北京机场能享受到的便利，日喀则机场同样都有。一进机场大厅，就是负责人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室内都有供氧系统，让高原反应不适应的人感到舒服。然后就是换登机牌、办理托运、到候机厅待起飞。目前日喀则机场的航线有6条，可以直接到达成都、西安、重庆、上海、济南。航空公司有西部航空、藏航、东方航空、川航没有，就3个航空公司，现在只开通了3个航空公司。我们的家乡日喀则呢是西藏第5个开通民航的城市。按照时间来说，日喀则和平机场是西藏最年轻的机场。候机厅里人满满的，今天人还是特别的多。随后我们到了外面，体验地勤人员的工作，近距离的感受改变生活的飞机。看着眼前的起落的飞机，西藏的人走了出去，外地的朋友走进来。西藏的朋友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学习、旅行，增长见识，外地的朋友也同样如此到西藏。我们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能实现见面。西藏依然是我国西南部美丽的藏地，却不再遥远。现在每个藏族人都能坐到飞机。前面降落的是西部航空，我还第一次见过这个西部航空。现在降落的是西藏航空。西藏航空的我之前就坐过。航空发展让西藏不落后，让日喀则发展成大城市。这一切都要感谢祖国基建。全世界只有中国会不计成本投入西部，我们都感到幸福。更厉害的是，日喀则的第2个机场已经在修建中，地址位于定日县。我们知道全国一共有7座城市拥有2个国际机场，日喀则虽然不是国际机场，但是却成为了全国少有2个机场的城市，也是西藏唯一一个有2个机场的城市。所以日喀则作为西藏的第2大城市，卓玛姑娘内心非常的自豪。相信我的家乡日喀则会越来越强大。通过我的视频，就是想告诉所有人，西藏的人过得有多好，一点也不落后。目前西藏的机场的话，没有去过阿里机场。
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到西藏来玩，我们的酥油茶等你哟！大美西藏，欢迎您！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为什么是中国？不赚钱、高投资、少人烟、高海拔和缺氧都难不到我们。全世界只有中国会不计成本投入基建，只是为了我们更方便。只要亲自走过西藏的这些路，才知道生在中国的幸运。到这边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西藏的第一个机场在哪里？你知道是哪里吗？前面的公路呢是滇藏公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康县，然后这里的海拔是4000。滇藏公路也就是云南昆明市到西藏昌都16期线的一条公路，属于214国道的一部分。滇藏公路在1976年建成通车。我们知道，除了玉树到昌都、青藏公路、318国道南北线以及新藏公路外，还有一条进藏的公路，名叫丙察察线，是从云南的贡山县沿着怒江峡谷到西藏林芝察隅县的察沃龙乡，然后继续翻越博舒拉林，到达察隅县城。这条公路只有270公里，但是道路险峻，行车要走12个小时左右。这条路目前也在新修，未来将是滇藏公路的新通道，也是219国道的一部分。未来把丙察察的泥土路变成新通道，就不会经过马鞍了，但是直接到昌都巴素县的壤乌和川藏公路汇合，经过林芝到拉萨，可以节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对于林芝市区的朋友来说，和察隅县也更方便了。比如卓玛在林芝待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察隅县，等到新通道通车，就可以去朋友登仁阿婆的家里做客了。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热切期盼每一条新修的道路通车那一天。无论是川藏铁路，还是正修建的高速路，以及滇藏新通道，讲起来内心都是充满着自豪的。我们不仅会走在更好的国道上面，而且所有的进藏公路都要修建高速。只要亲自走过西藏的这些路，才知道生在中国的幸运。不赚钱、高投资、少人烟、高海拔和缺氧都难不到我们。俗话说，想要富先修路，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就要先通电。随着林芝摩托线通公路，全国所有的地方覆盖了道路和网电，即便只有一户人家的地方，也专门的线路供电。全世界只有中国会不计成本投入基建，只是为了我们更方便。今天即将结束马康县之行，坐车从滇藏公路回昌都市区，然后就坐飞机回家了。对于这座藏东明珠城市，却有万般不舍。西藏属于地广人稀的地方，这里的进藏公路大部分都是翻山而行的双车道，冬天会有积雪，所以即便是开车很久的老司机也不敢轻易上路。到西藏来自驾，必备的工具就是防滑链，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西藏第一个机场是当雄机场。